Hello，欢迎来到就是慢手做，让我们一起用双手编织生活。喜欢手作的朋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教学影片咯。在整体穿搭中，法式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。今天我们要用基础绳结、约瑟芬结来编织一条撞色发带。影片别忘了看到最后，会有抽奖哦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开始动手做吧。编织撞色发带使用的是3米的包芯线，建议的线长，白色240公分2条，蓝色200公分2条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编织吧。我们先拿出蓝色的线，预留大约15公分的长度。白色的线我们要预留45公分，20、40，好，45。那我们将白色的线放在蓝色线的两边。那稍等，我们把它转过来夹起来，就可以开始做咯。我们将线分为左右两边，接下来开始做约瑟芬结。我们先拿出右边的这2条，转一个圈。转圈之后呢，记得白线都要在蓝线的外面。转圈之后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共有3个洞，1、2、3，右边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左边的部分，我们找到左侧这2条线的尾端，好，压过右边刚才这一条线在上面。接下来从这边这个洞里穿出来，下方下，在第2个洞上下，好，把它给穿过来。好，那穿过来的时候一样要记得白线要在蓝线的上方。那一开始做的时候呢，因为线会比较长，所以要先花一点时间把它给拉好。好，差不多快拉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线的位置。那像这边呢会有一点交叉，我们要来做一点调整。一个基础的约瑟芬结的形状出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拉紧。我们把两边都先往上推，推到底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拉蓝色的这一条线，再拉白色的这一条线。好，左边也是一样，我们先拉蓝色，好，再拉白色。好，我们要一直做一个调整，继续来做调整。好，调整到我们左右两边的这个圈圈差不多大，大约会是在4公分左右的这个宽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一个约瑟芬结就完成咯。接下来我们就会不断的重复约瑟芬结，一共大约要做15到16个。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做咯。来示范一次哦，右线弯过来，好，会有3个洞，1、2、3。接下来找到左线的底端，好，左线的底端先压在右线的上，然后穿过来，从洞里压在这个线的下方，再往第2个洞压在线的上方，再走到第3个洞压在线的下方。好，到差不多快要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调整一下线的位置。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两边的洞往上推。
再拉一下，开始做调整。那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稍微压着中间，这样比较不会翘起来。那每一个结的中间呢，不要留太大。好，随时把它给压平哦。好，第二个完成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做。我们现在变到第16个。好，编完16个约瑟分结之后呢，我们在头尾的地方都会接3个平结。在接这3个平结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蓝色的线往上折，好，留出一段空间，我们先把它夹起来。接下来我们的平结呢，要把这蓝色的线全部包起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白色的这2条线穿过蓝色的这个洞里，左右这样穿过来。翻到背面，把蓝色的线拉紧。OK。好，拉紧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蓝色的线就可以剪掉了。剪掉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最后可以点一点胶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那记得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哦，背面要跟背面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把蓝色的部分往上折。好，那这边因为是一开头的地方，我留的比较短一点点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夹起来会比较好做一点。
接下来要穿过蓝色这个线的洞，先调整一下。这样把蓝色的线拉紧。好，收尾的部分就这样完成咯。最后我们要来做伸缩调节的部分，我们先将2条线往外绕。绕完之后呢，先不要拉紧，把这个洞洞给留着，这边也是。好，这边将会有2个立起来的洞洞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2条线呢，往旁边的那个洞洞穿过去，这边也是，左边穿右边，右边穿左边。好了，穿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一条线给拉紧。我们尽可能让这个卷的地方呢是靠在边边这个位置。拉好之后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线往左右两边拉紧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发圈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撞色发带最紧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2条线，左右两边这2条线各做一个折结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折结，先用这边来做示范。我们将其中的1条线绕从下面另外1条线的下面绕一个圈，压住。好，这时候可以看到上面压住的是2条线，直的这一条呢则会是在上面。接下来我们把直的这一条从这个交叉点拉过来，再转，从洞里拉出来。好 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留一个长度。这个长度我们大约留个，看一下，我们大约留个5公分左右，差不多是这个长度。我们先用一边来做定位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另外一边大概就是跟它一样长。好，我们换这一边。从线的下方绕，直的线绕从交叉点转过来，从洞里拉出来，拉紧。拉紧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这2边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差不多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当我们在调发带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往外拉，这个就是我们发带最宽的宽度。那一般我建议这个位置大约留个可以7到8公分，大约在8公分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下面的折结的部分多余的线把它给剪掉，一个撞色发带就完成了。在编织的过程中，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有没有灵感的时候呢？这时候可以找一本工具书来看看有没有新的 idea 可以激发你的灵感哦。今天的作品的灵感就来自于这一本书。
我的第一本绳结手环入门全图解。当我翻到约瑟芬结这一个页面的时候，首先看到了一张很美丽的图片，我就想到这个图片不就很适合拿来做一个装饰的发带吗？所以今天就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咯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灵感。不论你是新手还是已经有经验的这个编织者，都很适合来阅读。如果你是新手，这边有一些编织绳结手环的事前准备。那再来呢，这边有一些基本的绳结的介绍，还有一些应用绳结变化的造型手环的部分。那这本书虽然是以手环为主，但是在我们编织花边结的时候，也很值得拿来做参考哦。最后我们要来抽奖咯，只要你在下面留言你的第一个花边结作品是什么，我们就会抽出2本我的第一本绳结手环入门全图解给你哦。学会了今天的约瑟芬结了吗？除了可以编织美丽的发带之外，也可以编织一条实用的手挂绳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